我的男朋友被追了他多年的青梅竹马拿下了，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，那个女生一直追着他不放。他们抱在一起的那一刻，周围的朋友们都为他们感动欢喜。第一次见到于娇娇的时候，是我跟傅晨在一起的第3天。那天我和傅晨在学校食堂吃饭，刚坐下来，桌子旁忽然无声无息站了一个人。我抬头一看，是一个齐耳短发的女生。那个女生肆无忌惮地打量了我一番，又看向傅晨，冷哼：“谈恋爱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你有病吧？”傅晨瞪了她一眼。女生转身跑掉。被人这样没礼貌地对待，我心里有些不舒服。傅晨，他是谁？我问。傅晨将奶茶插好吸管递给我，摸摸我的头，随口道：“一个女疯子，别管她。”我和傅晨刚上大一就认识了，当时我俩都是学生会的新成员。他在外联部能力出众，刚进学生会没多久就拉了2笔不小的赞助，成了新生中最突出的那个，也是他们部长看好的接班人。而我在秘书处，平时话不多，都是在安静做事。可是傅晨总喜欢往我身边凑，帮我整理材料，给干活到错过饭点的我叫外卖，开完会后送我回宿舍。傅晨的表现明目张胆，很快整个学生会的人都知道他对我有意思。一次学生会举办了一场大型活动，结束后大家去聚餐。吃饭的时候，不少人都闹着要喝啤酒，女生的面前也都被倒了一杯。我不想喝酒，却因为性格内敛，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傅晨直接去拿了一杯酸奶放在我的桌子上，顺道把我的那杯啤酒端走。你喝这个，他对我说。旁边他的一个哥们捏着嗓子做作道：“哎呀，陈哥，人家也想喝酸奶。”傅晨笑着踢了他一脚：“滚！”他就是在我身边坐下。我红着脸小声说：“谢谢。”他突然凑近，坏笑道：“怎么谢？如此近距离的接触，连彼此温热的气息都能感受到。”我的心砰砰跳。给一个追你的机会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闪着灼人的光。傅晨长得又高又帅，混得开，人缘好，会打篮球，会跆拳道。他天生就能吸引人的注意，是人群中的焦点。而且他在学生会如鱼得水，经常会暗戳戳地关照我，很会为自己加好感。作为一个正常的女生，有这样优秀的男生喜欢自己，怎么会不动心？尤其是像我这样偏内向的女生，对他那样擅长人际交往的人本来就心生羡慕。可是面对他的追求，我还是胆怯了。他太出众，太优秀，以至于给我一种不太可靠的感觉。他的社牛症让我很难不怀疑他有花心的属性，可能他对我就是一时兴起，过段时间他又喜欢上别人怎么办？他的性格让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怕自己以后受伤害，出于自我保护，我坚持拒绝了他整整1个学期。大一下半年，一开学他就将我堵在了学校的小道上。小雨，能告诉我为什么一直拒绝我吗？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挫败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。我想了想，将自己内心的担忧坦诚告诉了他。他一脸哭笑不得，就靠这莫须有的猜测，你就不肯接受我？我可真是太冤了。他告诉我，他一点都不花心，高中3年从来没有恋爱过。我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，第一个追求的人。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。我仔细想了想，一个花心的男生确实不可能坚持追一个女生半年，是我以貌取人了。经过慎重的考虑，我顺从了内心的感觉。我喜欢他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可是我刚刚品尝了爱情的甜蜜，于娇娇就出现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傅晨有一个旷日持久的追求者，从高中追到大学。在傅晨的嘴里，于娇娇就是他的一个邻居，一个喜欢他、有些烦人的邻居。宝宝，我跟他认识10几年了，如果真喜欢他，早在一起了。你要是把他当回事，那才是傻呢。听傅晨的口气，他是真不在乎于娇娇，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可是过了段时间，从室友那里听来的关于于娇娇的描述，我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室友王冉冉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也是商学院的。听她男朋友说，从上学期开始，于娇娇就经常去找傅晨，陪他上课，看他打篮球，给他送零食。他甚至加了傅晨宿舍里每个室友的微信，跟他们关系都非常好。他出手还大方，动不动就买一大篮的水果送到他们宿舍。傅晨的一个室友跟别人说，自从上了大学就没有断过水果吃。傅晨因为出色的外形和成绩，刚入学就在商学院引起了一阵轰动。因为他本身的名气，再加上于娇娇的高调，整个商学院都知道于娇娇这个追求者的存在。在于娇娇的宣扬下，大家都知道她是傅晨的青梅竹马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非比寻常，迟早要在一起的。商学院甚至有人被于娇娇的执着感动，为她鸣不平，跑去找傅晨，劝他接受于娇娇。傅晨回了3个字：神经病。可是这些我之前都不知道。大学里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学院为单位的，傅晨在商学院，我在文学院，2个学院在学习和活动上没有任何交集。如果不是进了学生会，我也不会认识傅晨。整个学生会除了他以外，我也就跟秘书处的几个人熟悉。
我没有跟他的室友接触过，我不认识其他任何商学院的同学，所以我对于娇娇追他的事一无所知。我想，如果不是我的室友谈了个商学院的男朋友，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于娇娇在他们学院已经如雷贯耳。我不确定，如果我早知道这事，以我胆怯的性格，还会不会答应傅晨的追求？可是现在已经体会过恋爱的美好了，我不想退缩。我才是傅晨的女朋友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于娇娇这样的追求者，那样明目张胆，那样无所顾忌。于娇娇不是我们学校的，不过她的学校就在隔壁，只要一有空，她就跑到我们学校来。她从傅晨的室友那里获取了他的课表，经常去蹭课，在同学们的口哨声和起哄声中，大方坐到傅晨旁边。那座位当然是傅晨的室友让出来的，吃人嘴软嘛。傅晨满脸无语，他则是满脸得意。商学院举行篮球比赛，我受傅晨的邀请去观看。于娇娇就站在我前面，肆无忌惮地大声给傅晨加油。他又蹦又跳，神采飞扬，拿着大喇叭喊道：“傅晨加油！傅晨最棒！我爱傅晨！”周围的人都笑了，不管是友善的笑还是嘲笑，于娇娇都不在乎，她的眼里只有傅晨。最后，傅晨所在的队伍赢得了比赛，观众欢呼。于娇娇拿起一瓶矿泉水冲了过去，她站在傅晨面前，将水递给他，仰着头娇笑。傅晨则直接绕过他，来到我面前，没给我带水，他笑道。我呆呆地摇头。行吧，你也是第一次看男朋友打球，没经验，原谅你了。他将擦汗的毛巾框住我的脖子，轻松一带，我的身体前倾，差点和他脸碰脸。他的呼吸近在咫尺，他脸上蒸腾的热气嚣张地喷洒过来，而我感觉到周围人好奇看过来的目光，紧张得满脸通红。我不喜欢这种被人围观的感觉，拉着他的衣角，示意他离开。唉，女朋友太害羞了，他叹了口气，牵起我的手朝外跑。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，傅晨勾起我的下巴问：“我赢了比赛，宝宝有没有奖励？”还不待我回答，他捧着我的脸吻了上来。等我喘不过气挣脱开时，他坏笑着说：“这个奖励我喜欢，下次争取再赢。”我羞得脸都快滴血了，不敢抬头看他。他抱着我低低笑着：“你怎么这么乖呀？”傅晨，于娇娇的声音突然传来。我一抬头，看到他正站在不远处，直勾勾盯着我们。“你们在干嘛？”他面无表情。我说：“于娇娇，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”傅晨恼火道：“我们小情侣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关你什么事？赶紧给我滚！”我偏不。于娇娇走到我们面前，昂起下巴：“秦阿姨说了，让你照顾我的，你请我吃饭，不然我就跟阿姨说你欺负我。”傅晨冷嗤：“于娇娇，我们现在已经上大学了，你能不能别再玩小学生告状那套把戏了？别动不动就把我妈搬出来。”于娇娇的眼里噙着泪：“傅晨，你非要这样对我吗？”傅晨反问他：“你非要这样缠着我吗？”于娇娇跺了跺脚，气得转身跑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忽然发现一件事：于娇娇从头到尾都没有正眼看过我，仿佛我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存在，不配她放在眼里。从于娇娇身上，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残忍。我和傅晨正在吃饭，他端着饭盘坐在我们一桌。我和傅晨正在看电影，他突然出现在隔壁座位。我和傅晨去博物馆玩，他亦步亦趋跟在我们身后一整天。这种谈个恋爱都随时随地被别人监视的感觉太烦人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再一次去欢乐谷时，坐过山车时我不敢，傅晨一个人坐上去后，跟在旁边的于娇娇兴奋地跑过去，坐在了他的旁边，笑着说：“我陪你。”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。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后，我给傅晨发了一条信息：“傅晨，我快疯了，要不我们分手吧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”等了一会儿，他没有回复，我就躺下准备睡了。快睡着时，隔壁床的王冉冉叫我：“林小雨，你是不是关机了？”傅晨刚给我发消息，说在楼下等你。我换好衣服来到楼下，傅晨冲过来，紧紧将我抱住。“宝宝，以后不许跟我说分手。”他胳膊用力：“你吓到我了。”我认真考虑过。嘘，他打断我：“我知道你在烦什么。于娇娇那女的就是个神经病，我也烦死她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这事解决，保证不让她再出来讨人嫌。”过了几天，于娇娇果然没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“你跟她说了什么？”我有些好奇。傅晨揽着我的肩膀，漫不经心道：“就警告他再纠缠，我就去找他爸妈，他会告状，我也会。”“你们两家关系很好吗？”我试探着问。“怎么吃醋了？”他捏捏我的下巴：“放心吧，我跟那丫头小学就认识了，我敢保证，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。”“她是什么时候喜欢你的？”我问。傅晨皱眉思考：“什么时候？”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他一直都喜欢跟在我后面，只不过以前没这么疯狂。第一次从傅晨的口中，我了解了于娇娇这个人。他们两家是邻居，于娇娇从小学开始就跟他一个班，两人一起上学放学，一起做游戏打架。于娇娇小时候是短头发，整天跟以她为首的几个男孩子一起疯玩。傅晨说，他以前一直把于娇娇当兄弟，直到初中，于娇娇留起了齐肩发，他才意识到她和他们不一样，她是个妹子。
从那以后，傅晨再不像以前一样跟于娇娇勾肩搭背了。于娇娇还生气了，说傅晨心硬如铁，不念旧情。傅晨脑子聪明，虽然玩得疯，但成绩也好。中考后，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，而于娇娇跟父母撒娇，让他们花钱把他也送进了那所高中。高中的时候，校花喜欢傅晨，她找到了于娇娇，说：“你跟傅晨是好朋友，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？”于娇娇笑容明媚：“不行。”为什么？校花问。于娇娇勾起嘴角：“因为我也喜欢他。”校花哭着跑了。此后，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了于娇娇喜欢傅晨。高中时期的傅晨还没有开窍，除了于娇娇外，他身边玩得好的只有男生。于娇娇家里有钱，性格霸道，整天跟在傅晨身边，看得很紧。校花过后，再没一个人跟他表白过。傅晨高考发挥正常，考上了现在的重点大学，而于娇娇成绩远不如他，她拒绝了父母送她出国的安排，选了隔壁一所艺术院校，继续跟在傅晨身边。傅晨说，以前不知道，谈恋爱之后才发觉，于娇娇对他的感情这么疯狂。没有于娇娇的打扰，我和傅晨的恋爱非常和谐。热恋时期的感觉很美好，恨不得时时刻刻跟对方粘在一起。可是傅晨很忙，他成绩好，是校篮球队的，还有学生会的许多事要做，他不能每天陪我。好不容易等到周末，他也只有周六一天的时间给我，周日他要固定参加学院的一个项目。每到周六的晚上，他送我回宿舍楼下，我都嘟着嘴。他无奈笑道：“宝宝，以前怎么没有发觉你这么粘人？我如果故意转过身不理他，他就会亲亲我，哄我。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一定好好陪你。大一的暑假，我本来想和傅晨一起旅游的，可是放假前他却告诉我，他爸勒令他进自家公司实习。这么强硬的理由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俩都是本地人，明明在同一座城市，放假期间却难得见一面。他差不多每天都加班，晚上回家经常都11、12点了，想约他吃个晚饭都不容易。自家公司也这么累啊。”我忍不住抱怨，正因为是自家公司才这么卖命啊。他笑道，别人能偷懒，我却不能。一天晚上，他回家后洗完澡跟我视频，正在给我展示他的8块腹肌，忽然朝门口的方向应了一声。我妈喊我，我去看看有什么事，一会再回给你。他说着挂断了。等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他那边还没有回过来，我就打过去，视频没人接，我又打电话。刚响了2声就接通了，对面传来年轻女孩的声音：“喂！”我整个人都愣住，只觉得迎面被泼了一盆水，羞愤又难堪，一时之间不知道做什么反应。这个声音我很熟悉，是于娇娇。喂，说话呀！对面的声音倒是理直气壮。半晌，我才鼓足勇气开口：“傅晨呢？你为什么会拿着他的电话？管得着吗？”对面说完就挂了。我看着面前的手机，上面显示晚上11点半。眼泪吧嗒吧嗒流下来，我哭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傅晨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我没有接。他发来一条信息：“宝宝，昨天晚上于娇娇的妈过来聊天，她也跟着一起，我妈非要我作陪。”回房间后都快12点了，我想着你肯定睡了，就没给你回视频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拿起电话拨了过去，对面秒接：“宝宝，对不起。”他一上来就道歉：“那么晚了，为什么于娇娇会去你的房间，还拿你的电话？”我问他。傅晨也很吃惊。什么？他去了我房间？我不知道啊。昨天晚上11点半，我打电话过去，是他接的。我冷淡道。傅晨咬牙，我记起来了，他昨天晚上离开过客厅一次，说是要去上厕所，肯定是趁机偷偷上楼到我房间了，正好接到你的电话。我皱着眉头思考他这话的可信度。宝宝，我太冤了，我真不知道他来过房间，通话记录也被他删了。这个于娇娇真是个祸害。傅晨说着急了起来，他就是想让我们分手。宝宝，你可别中计，你要是为这事跟我闹矛盾，那就如他意了。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。于娇娇这人执着又心机，我得防着他点。你不能再让他进你的房间，也不能再让他碰你的任何东西，我叮嘱道。好的，宝宝，我的一切还有我的人都是你的，我会帮你守好的，不给别人碰。他油嘴滑舌。大二的一整年，我都过得非常愉悦，一边是学习的顺利，一边是感情的甜蜜。傅晨除了太忙以外，其他方面真的算是模范男友了。他会哄我开心，消息秒回，耐心聆听我所有的废话，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说想我，和我规划未来的生活。在考6级前的那段时间，我想每天早上起来背单词，又怕自己没那个意志力。傅晨那么爱睡懒觉的一个人，每天早上定闹钟，准时叫我起床。有时候我的起床气拖很久，出去见到他就乱发脾气，他就会好声好气劝我，宝宝不生气，就辛苦这段时间，忍忍就过去了。等考完了，咱好好睡个够。上高中时，他爸就给他请过1对1的外教。他的英语非常好，高考都快满分了，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口语。应对6级对他来说是小意思，他明明不需要早起背单词，可还是坚持每天早上陪我。
他很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从来没在我面前发过脾气。他们男生在一起时脏话是顺口就来，可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说过脏话。这样的男朋友我怎么会不喜欢？唯一有一点不如意的就是我好像跟傅晨的朋友都处不来。我本来就内向，还有点社恐，跟傅晨在一起后，在他的带动下才稍微开朗了一些。可是跟别人，特别是男生，我还是做不到谈笑自若。我跟傅晨的3个大学室友吃过几次饭，每次都是他们几个在说话，我坐在旁边，几乎插不上嘴。看着他们，我忽然想起了曾经的传言。于娇娇跟他们都很熟，加了他们每个人的微信，经常买水果送给他们吃。于娇娇跑去他们班听课，他们会主动把傅晨旁边的位置让出来。我想，跟于娇娇那样爽朗大方的人相比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很无趣吧。傅晨还带我跟他从小玩到大的几个朋友一起吃过饭，只去过一次，我就再也不肯去了。和傅晨的几个无视我的室友相比，这几个人明显对我有敌意。是了，他们也是跟于娇娇一起玩到大的。对他们来说，于娇娇是朋友，我就是惹他们朋友不开心、插足别人感情的心机女。整顿饭下来，这几个人跟于娇娇一样，从来不用正眼看我。这种故意的冷落十分令人难堪，我如坐针毡，感觉自己连呼吸都不畅了。饭还没吃完，我拎起包包就起身。傅晨，你们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我尽量语气平静，不让自己失态。刚跑出去没多远，就被傅晨追了上来。他拉住我，正要说话，却看到我满脸的泪水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不该带他们来见你的。他慌着给我擦眼泪。傅晨，我以后再不想跟他们见面了。我哽咽着说。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他哄我，我家宝宝可不是谁都能见的。发现我有轻微社恐，胆子又小，傅晨下决心帮我克服这个毛病。学校有个演讲社，已经不招大二的学生了。傅晨请那社长吃了2顿饭，成功把我塞进去了。演讲社每周都会举办一个内部的小型演讲活动，每位社员都要轮流参加。坐在台下看到其他社员们声情并茂的演讲，我会不自觉的心潮澎湃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。终于2周后，轮到我上台演讲了。站在台下的我紧张不已，可是走上台后，看着下面的观众，很奇怪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紧张了。我拿起话筒，从容地开始演讲。稿子的内容是我早就准备好的，已经烂熟于心。顺畅的演讲完了，鞠躬的时候，我听到下面伙伴们激动的鼓掌声。到了台下，傅晨迎面走来，将我抱住，语气里透着骄傲：“宝宝，你真棒！”连社长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没想到我第一次上台演讲就可以表现得这样好。后来社长又说，确实有的人平时内向话少，可是一上台就大方自信，这种人是天生为讲台而生的。然后他看着我说：“你就是这样的人。”我喜欢上了演讲社的活动，爱上演讲。每次轮到我演讲的那周，傅晨总会过来给我加油。他对我从来不吝赞美：“宝宝，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”后来在他的鼓励下，我还报名了全省高校演讲比赛，一路从初赛、复赛杀到决赛。不过很可惜，最后只拿到一个3等奖。傅晨却很为我高兴，他请我们宿舍的人吃饭唱歌为我庆祝。发觉我对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，还安慰我：“宝宝，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，能得3等奖已经很强了。”我还听说了，有的人连续3年参加，连个鼓励奖都没有拿过。真的，我果然心情好些了。你想想，你第一次参加就拿到1等奖，还让其他人怎么活呀？太优秀了，会遭人妒忌的，咱得适当谦逊点。傅晨的确很会哄人，每次被他劝过之后，我都能从牛角尖里钻出来。大3时，傅晨要去国外名校交换1年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我们当然不会像很多小说里那样，他要为我放弃资格，或者我生气他的离开。这次交换的事他早就跟我说了的，我又不傻，这么好的事怎么会阻拦？而且他只是去1年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当然，分离时的不舍还是有的。我在机场含泪送别了他。他在国外的时候，我们每天晚上视频，虽然两边有时差，但从来都是他迁就我的时间。有时候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，他却舍不得挂断，让视频自己开着，直到我这边手机没电自动关机。有一天，室友王冉冉忽然跟我说，于娇娇也去了英国。我愣住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，心里一阵不祥的预感。我问：不可能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将手机递过来，我男朋友说他从英国寄来了几件签名球衣，送给傅晨的几个舍友，在商学院都引起轰动了。我的脑袋嗡的一响，差点没站稳。我立即拿出手机给傅晨拨过去，那边没人接。持续拨了几十个电话，我颓然地坐在地上，双目呆滞，2行泪顺着脸颊缓缓流下。到了下午，傅晨的电话才回了过来。宝宝，我在上课，什么事？傅晨，于娇娇是不是也去了英国？她是和你一起去的吗？你们是不是整天在一起？这时候，我的声音却变得极为冷静。那边沉默了半晌，我很有耐心地静静等着。
宝宝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瞒你，但我是上个星期才知道他也过来了。我发誓，之前我真的完全不知道。所以他专门去找你的，对不对？宝宝，我答应你，我不理他，也不让他到我公寓来。这一刻，我的心里乱成一团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木然挂断电话。很快，傅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是他公寓里摄像头的账号和密码。宝宝，你下载这个软件，用我给你的账号和密码登录，就能打开我公寓里的摄像头了。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眼皮下，我不敢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带着试探的心情，我真的下载并登录了，然后我就通过摄像头看到了傅晨。他正冲着摄像头对我鞠躬，做出忏悔和求饶的样子。接着，他跑去拿手机，噼里啪啦打了一通。我这边就收到了消息，宝宝，我在你面前已经没有隐私了，欢迎24小时查看，别生气了好吗？我的嘴角勾了勾，发个过去。他收到消息后，就对着镜头龇牙咧嘴的笑。大三这一年，没有傅晨在身边陪伴，为了抑制对他的想念，我让自己拼命投入到学习之中。这一年，我过得很充实。我拿到了院里的2等奖奖学金，喜滋滋的给爸妈和傅晨都买了礼物。这一年的高校演讲比赛，我又报名参加了，这次我得了1等奖。我将奖状和奖牌拍照发给了傅晨，他立马打来视频恭贺我。忙碌起来，时间果然过得快，1年很快过去了。我到机场去接傅晨，老远看到他，我就激动地飞奔过去，直接蹦到了他的身上。他牢牢抱住我，将头埋进我的脖子里，转了一圈后说：“宝宝瘦了，是不是想我想的？”我放弃了矜持，紧紧搂着他，特别想，每天都想。他笑得特别开心。宝宝胆子大了，都不害羞了。我气得捶他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将我拉近，凑在我耳边说：“我也是，特别想，每天都想。”我拉着傅晨的手要离开时，他忽然抱着我吻了下来。大庭广众之下做这种事，我的羞耻心又回来了，挣扎着将他推开。他还笑话我，口红花了，我赶紧拿出手机屏一照，果然鼻子下面都沾染了红色。我瞪他一眼，气冲冲地朝洗手间跑去。对着镜子，我仔细清理了脸上的口红痕迹，又重新补了妆。正在我低头将口红装进包里时，一位穿着明艳的姑娘从我身后走过。我整个人如遭雷击，立马朝门口追去，可是只看到那姑娘走向长廊的拐角，我再跑过去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回学校的车上，傅晨一直在低着头发微信，没空跟我说话。你在给谁发信息？我侧过头问。他赶紧收起了手机，搂着我说：“还不是那群哥们，知道我回来了，嚷嚷着要去酒吧玩。晚上你一起去吗？”我摇头，不喜欢那样的场合。那行，我推了他们。回来的第一天，当然要陪我宝宝了。他毫不犹豫道。我抬起头看他，傅晨，于娇娇是跟你一起回来的吗？傅晨愣了下，立马否认，怎么可能？我回来的时候没跟他说，可能他还在英国吧。可是我刚才在机场看到他了。这个时间点，从伦敦回来的就那一趟飞机，我直直盯着他。傅晨皱着眉头，坚持道：“宝宝，我觉得你看错了，机场那么多人，你一时看花眼了吧？看他的样子不像在撒谎。”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，当时只看到一个侧面，难道真是我看错了？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于娇娇产生了一些心理阴影，脑子里不时会窜出这个人，所以看到一个身形跟他有些像的人，就把他的脸往上扣。一定是这样。大4的傅晨就更忙了，他已经按照他爸的要求，正式去他家公司上班了。我也在一家事业单位开始实习，实习的岗位是产品讲师。我喜欢演讲，也想挑战一下这样的工作。傅晨又开始了加班加点的生活，有时候白天发给他的消息，他深夜才回复。他忙到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。那天我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下午发短信问他晚上有没有时间，他说要加班。我下班后早早去了他公司楼下的咖啡厅等候，一直到10点多我才看到他从大门口出来。我站起身，正要兴冲冲跑过去，脸上的笑容却忽然凝固。傅晨的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，是于娇娇。他们两人边走边说笑，期间于娇娇还打闹般踢了傅晨的腿一下。两人关系熟稔无比，根本不是傅晨说的那样，他再没理会过于娇娇。我像一个偷窥者一样，慢慢跟着他们，迈下大楼的台阶。于娇娇忽然停住，傅晨不解地看向他。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方盒，我也仰着头，专注地看着眼前的人。傅晨，生日快乐！我这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于娇娇已经把头发留长了，栗色的头发烫成大卷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无比风情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傅晨接过礼物，然后他又像想起了什么一样，一脸抱歉道：“娇娇，我等下还有事。”傅晨，你就不能陪我吃个宵夜吗？于娇娇看到傅晨要走了，扑过去从背后抱住了他。看着环在自己腰上的手，傅晨愣住了。娇娇，我看不下去了，从柱子后面走出来，望着他们。傅晨惊得一把推开身后的人，在于娇娇委屈的神色中跑向我。
宝宝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远处的于娇娇咬了咬牙，转身离开。傅晨死死抱着我不松手。放开！不放！我挣脱不开，好半天，叹了口气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坐进车里，我问于娇娇在你公司里上班。宝宝，这是没经过我。你也知道我们两家是邻居，爸妈很早就认识。于娇娇直接找到我爸，是我爸亲自把她带进公司的，还说让我照顾她。傅晨闷声道：所以你就照顾她了？我嘲讽地笑笑。我没有，是她总是跟着我，在我爸眼皮子底下，我还是得给她点面子，总不能撕破脸。家长们关系好，我也不能跟她闹太僵。她小心翼翼看我，我侧过头直视她。那你为什么没跟我说她跟你在一起实习？我怕你知道了不高兴，又要跟我吵架。傅晨委屈地抿抿嘴，我每天加班，你也在实习，我们见面的时间本来就少，我不想把珍贵的时间用来吵架。说着，他朝我靠了靠。再说，我跟他也不算在一起工作，他在设计部，我在销售部，楼层都不一样，平时也见不到面。我望着车窗外沉思很久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让于娇娇不要去他家公司实习，我有什么资格呢？人家是他爸亲自带进去的。让傅晨不去他自家公司，那也不可能。深深的无力感袭来，我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叹了口气，我回头看傅晨，却发现他居然睡着了。闭着双眼的傅晨，眉头还紧紧皱着。凑近一点，我看到他下巴上冒出的轻轻胡茬，他的眼角眉梢都带着倦意。睡着了的他看起来很乖，一点都不让人生气。我轻轻抚了抚他额头上的浅痕，这样都能睡着，是有多困呀？后来我们谁都没再提那件事，默契的让他就这么过去了。大四是忙碌的一年，实习、找工作、答辩，一大堆的事迎面扑来。终于，我们毕业了。我和傅晨穿着学士服在学校里拍了很多张照片。毕业后，我们同居了。不过白天我们都各自上班，晚上也经常是我睡着了他才回来。而且他爸让他主抓公司的销售，出差是家常便饭。我毕业后直接在实习的单位留下来了，其实也有很多外出培训和宣讲的差事，不过都被我推了。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人都出差，可能1个月都见不到一面。气得我的主管骂我几次，说我不懂得抓住机会。明明是个好苗子，怎么就不知道上进呢？主管每见到我都恨铁不成钢。尽管我放弃了这么多，然而对我和傅晨的关系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毕业2年，我发现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了。以前是发消息秒回，现在经常是一整天才回，甚至直接忘了回复。以前他记得关于我的所有事，会半夜去很远的地方给我买喜欢的烧烤，会在生理期时给我煮红糖姜茶。现在他连我今年的生日都忘了。以前我身上出一点毛病，他比我还心疼。现在我重感冒去医院打点滴，他都没空陪同。可能感情真的会变淡吧。正在发愣时，手机响了，他发来微信：小雨，出差时间要延长，今天回不来了。对了，以前他叫我宝宝，现在叫我名字。傅晨出差回来已经半夜1点多了，他不让我接，说公司的车会送他回来。回到家后，他轻轻推开房门，轻手轻脚去卫生间洗澡。其实我一直都没睡着。他放在床头的手机忽然响了一下，屏幕变亮。我看了一眼，微信的弹窗上显示一条消息：陈仔仔到家了没有？我还在呆愣中，又弹出来一条：出差辛苦啦，明天做大餐犒劳你。抓过手机，我将拇指按在指纹处，手机并没有打开。一阵悲凉袭来，我苦笑，以前他亲自捏着我的手指录的指纹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删掉了。咔嗒，洗手间的门打开，傅晨从里面出来，看到我拿着他的手机，他面色紧张，3两步过来将手机抽走，似乎意识到自己动作不妥，他讷讷解释：我给我妈报个平安。恐怕不是给你妈吧？我冷冷看着他，你不要疑神疑鬼好吗？他语气不耐。你没有鬼，那现在打开微信给我看，我就信你。还有，为什么删了我的指纹？我坐直了身体。我删了你的指纹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无意间按到了。他捏了捏眉心。我出差连轴转了1个星期，真的很累，我不想吵架。说完，他走出了卧室，砰地关上门。半夜，我起床去客厅倒水喝，刚走出房门，却听到客卧里传来很轻的说话声。我光着脚慢慢走过去，贴着门仔细听。傅晨在打电话，声音很温柔，我已经很久没听过他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了。一个噩梦都能吓成这样，你就这点胆子？听话呀，早点去睡觉。亲一个。想得美。电话挂断了，房间里恢复安静。傅晨可能已经睡着了，我却在门口站了很久很久，久到双腿麻木，整个人僵硬住。他说累了，连一句话都不想跟我多说，却有空半夜接电话，耐心哄别人睡觉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意识到傅晨可能不爱我了。一对情侣，如果其中一方已经不再爱，那另一方最理智的做法就是结束这段感情。
我心里明确知道我不该继续下去了，可还是不甘心啊！凭什么？傅晨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当初是他非要追我的，他是我的初恋，我爱上了他，我把所有感情都投入到他身上，现在他说不爱就不爱了。我不明白，人的感情真的那么经不起蹉跎吗？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他就这样全都忘了吗？他是个渣男，我现在很清楚这一点，可是恋爱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，我没办法像他那样冷静，我还是舍不得。都说陷入执念的女人会变得疯狂，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自己了。直觉告诉我，那个女人就是于娇娇。我开始到处查找他们之间的联系。我托了曾经的室友王冉冉，让她男朋友帮我打听于娇娇的电话号码。拿到了电话号码，我注册了一个新微信号，申请加她好友。可惜的是，对方一直没有通过。我并不认识其他和于娇娇相熟的人，我连偷窥她的朋友圈都做不到。又急又躁的我在家里疯狂扯自己的头发。忽然，我想到一个笨办法。我打开微博，搜索词条陈仔仔，幸运的是，和这个词条相关的内容并不多。我一条条找下去，还真让我找到了。那个微博的头像是一个男生的剪影，尽管只有一个轮廓，但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傅晨，因为这张照片是我给他拍的，他说拍的好看，还用作自己的朋友圈背景。我很确定这就是于娇娇的微博。从时间上看，这是他大一下学期时注册的。从第一条内容开始，慢慢看下去，我感觉浑身的血液一点点凝固起来。听说他谈恋爱了，他这个坏蛋怎么能跟别人谈恋爱？讨厌，他居然为了别的女人吼我。他让我别去找他了，说我会害他分手。我扯开衣领，露出肩膀上的疤痕给他看，说他欠我一条命。他果然不吭声了。我说让我不出现在他们面前也行，只要他承诺每个周日和寒暑假都陪我。他犹豫了半晌，答应了。星期天，他带我去游乐园坐旋转木马了，开心一整天。整个暑假，他除了实习，其他时间都在陪我，超级快乐。还是忍不住去偷看了他和那个女生，他们牵手拥抱接吻，我嫉妒得快要疯了。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他只是贪玩，出去玩一圈，迟早要回来的。我要给他时间长大成熟。哼，这就是正式范儿。太好了，他要出国了，我要去找他。看到我，他好像不是很高兴。没关系，我从小到大最擅长逗他乐了。他吃不惯英国的饭菜，从没下过厨的我开始为他洗手做羹汤。一开始味道不好，他不肯吃，后来厨艺越来越精湛，惨遭各种土豆荼毒的他再也无法抗拒我的大餐。他不再让我去他的公寓了，不过他倒是时常来我的公寓蹭饭。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得先抓住他的胃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回国，中途我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，他没有推开我。哈哈，就知道他对我狠不下心来。不过下飞机时，他要求我跟他分开走，有一点生气。大4了，我拜托傅叔叔让我进他家公司实习，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了。只要我说做饭给他吃，他下班后都会来我家里。他夸我的厨艺好。今天看到一本书，里面说有的男人潜意识喜欢一个女人，但他自己没发觉，需要刺激一下。我有了主意。公司里那个一直追我的小帅哥又约我吃饭，我答应了。我俩出公司时，正好被他看到，他脸色阴沉。正在吃饭时，他给我发消息，冷冷地告诉我，那个小帅哥比我小3岁。哈哈，他吃醋了。这招果然有效，他受刺激了，总是对那个小帅哥各种找茬。小帅哥挺悲催的，成了撮合我俩的工具人。和小帅哥约着看电影时，他突然出现，直接将我拉走了。我的天，霸道的样子迷死我了。他说让我不要找别人，我说你对我又不好，我缺爱，就要找别人疼我。他说以后会对我好，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我生日这天，他说会满足我一个愿望。我说让他以后不能叫别人宝宝，他答应了。不出差的时候，他下班了都会陪我，这样的日子真好呀。一天，我突然笑了起来，他问我笑什么，我说想起来小时候他奶奶对他的称呼陈仔仔，我决定以后叫他陈仔仔。他说我野心挺大，竟然想当他奶奶。我预感陈仔仔很快就能完全属于我。看完这些微博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走，整个人奄奄一息。傅晨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在骗我。他说不让于娇娇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却背着我在寒假暑假每个周日都陪着他。他说暑假实习太忙，每天加班，没空和我见面，我信了。他说每个周日要参加系里的项目，我也信了。他说在英国时没理会于娇娇，回国时没跟他一起，我全都信了。通通都在骗我。我在他心里算什么？被他耍得团团转的傻子吗？工作后他每天忙，晚上回来那么晚，我心疼他太累，有什么事都尽量不麻烦他。实际上他却跑去于娇娇家里吃饭了。
怪不得前几个月他每天板着个脸，我以为是工作上不顺，还看了一堆心灵鸡汤，想方设法安慰他，却原来他心情不好是因为于娇娇旁边有了别的男孩子，他吃醋了。我以为他不叫我宝宝了，是因为他成熟了，觉得那种称呼太幼稚。真相却是他答应了于娇娇，再也不叫我宝宝。我的心像是被紧紧拧起来，疼得无法言语，内心无限悲凉。我又哭又笑。林小雨，你活的就是个笑话。推门而入的傅晨看到的是我涕泗横流的脸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不耐烦，叹了口气，好好的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傅晨，你还爱我吗？我麻木开口。小雨，你非要整天想这想那的，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？他烦躁地揉了把头发。你想过跟我结婚吗？为什么不带我去见你父母？我继续问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爸妈想让我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孩，我还没有说服他们，你要给我时间。他在客厅里快速走过来走过去。门当户对的女孩，说的是于娇娇吧？我冷笑，当初说她只是去你家公司实习，很快就会走，为什么会留下来正式上班？那是我爸的主意。你答应过我不跟他纠缠，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？你离了他会死是吧？我语气强势。是。傅晨停下脚步，冲我吼道，他救过我的命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就死了。你让我怎么赶他走？我做不到恩将仇报，所以你就选择骗我是吗？傅晨，我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好欺负呀？你就可着我使劲欺负是吧？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。傅晨蹲在地上，将头埋在膝盖。对不起，小雨，那时候我真的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我是不是可以安慰一下自己，至少他那个时候是真的舍不得我，才会想出这种荒唐的两边哄的方法。我擦了把眼泪，他救过你，所以留下了肩膀上的疤痕。傅晨抬头，你怎么知道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，是小时候我爬到树上玩，从上面跌落，如果不是他冲过来垫在下面，我的头就砸在那个尖锐的石头上了。后来石头刺破了他的肩膀，事后缝了10几针。我从来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牵绊这么深。我看着他，傅晨，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？是你非要把我拉到你们两个中间，半途却不想负责了。你们既然这么难舍难分，当年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呀？如果我早知道你一边哄着我，一边又陪着他，我可能早就跟你分手了。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样作践我？小雨，你们两个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你在英国天天去他那吃饭，你工作后整天跟我说加班，其实都是在陪他。还有，你答应他不再叫我宝宝。小雨，对不起，你走吧。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下。我和傅晨这一冷静就冷静到了年底。他一开始给我发了很多道歉信息，后来信息越来越少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而在这期间，他一次面都没有露过。快过年了，我打听到了他们公司开年会的酒店，只身前往。我并不是要找他复合，这段感情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只是我们还没有正式说一声分手。对这段感情，我是抱着真实的心情开始的。我认真对待过前面的过程，也想在结果到来时有个体面的告别。前段时间，主管找过我谈话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另一座城市的分部发展。他本来准备好要苦口婆心地劝我说，这次机会多么难得，历练个1-2年回来就能升职加薪。话才刚开口，我就答应了。主管目瞪口呆，你终于开窍了，所以我想最后见一次傅晨，当面跟他说分手，就当是给我的初恋画个圆满的句号。明年我就要去另外一座城市发展了，我想换个地方，伤痛应该会恢复得快一些吧。来见他这一面，我已经鼓足了所有的勇气，走的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我快撑不下去了，好难受。傅晨家的公司财大气粗，承包了一整层的宴会厅，里面觥筹交错，衣香鬓影，人很多，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傅晨，他还是那样出众亮眼，在人群中闪闪发光，一眼就能夺走人的注意力。此时他正由他爸带着跟公司的领导层一个个打招呼。傅晨面对公司的老前辈也毫不怯场，侃侃而谈，脸上尽是自信张扬。但我看得出，只要一有空，他的眼神就会瞟向一个方向，那里站着一个穿着红裙身姿妖娆的女子，是于娇娇。每次感觉到他看过去的眼神，他都会眨眼回应。可能痛到极致就麻木了吧，看到他们两人这样调情互动，我居然毫无波澜，没有任何难受的感觉。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，心里的湖泊早已枯竭。拿起手机，我准备给傅晨打个电话，把他叫出来。正在这时，宴会厅顶的一盏华丽的吊灯晃了晃，电光灭掉，然后整个灯急速掉落。眼看着那盏灯就要落到于娇娇头上，傅晨忽然急速跑过去，抱着她朝一边滚去。哗啦啦，吊灯落在地上，破碎的玻璃四处飞溅。傅晨用自己的胳膊护住于娇娇，不让她被碎片溅到。这个小事故很快结束，没有造成任何伤亡。尖叫的人们也平复下来，都围过来看扑倒在地的两人。
傅晨小心将于娇娇扶起来，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，发现她没事，才猛地一把将人抱住。你快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声音里还带着丝丝颤抖，像是对待失而复得的宝贝。于娇娇也满脸泪水，紧紧抱着他。旁边忽然有一个人大声问：哇，这是公开了吗？其他人开始鼓掌，有几个人起哄喊话：在一起，郎才女貌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我看了下，这几个叫喊的人我都见过，有的是傅晨的室友，有的是他的发小。原来他们都被邀请来参加年会了。我知道，在他们眼里，于娇娇才是跟傅晨最相配的那个人。傅晨身边所有人，亲戚、朋友、同事都真心实意地祝福他和于娇娇在一起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于娇娇从始至终都懒得正眼看我一下。在他眼里，我只是傅晨身边的一个过客，不需要在意。他坚信傅晨终归是要回到他身边的。宴会厅里的起哄声越来越大，但都是带着善意和祝福。于娇娇居然还会害羞，将脑袋紧紧埋在傅晨的怀里。傅晨拥着她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那天我最终还是没有跟傅晨见面。我回到我们租住的房屋，将自己的物品全部打包送回了家。离开那间房子的时候，我将钥匙放在茶几上，给傅晨发了信息：我们分手吧。过了一天，他那边才回来消息：好。在分部待了3年，我被单位召回。果然像之前主管说的那样，升职加薪，我在事业上总算闯出了点名堂。没多久，大学要举办校庆，曾经的老师特意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。很不巧，我碰到了傅晨。他看起来成熟了很多，脸上的稚气消失不见，一副成熟稳重的精英男模样。看到我，他的眼里闪过光亮。我自认为没有做过任何愧对他的事，对过去的感情也真正放下，所以面对他也没什么好躲的。经过3年的历练，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胆怯害羞的女孩了。他径直坐到我的身旁，笑着和我打招呼，我也礼貌地点头示意。后来有人叫他，他只好离开。校庆结束后，我走出礼堂大门，傅晨忽然从后面赶过来，拦住了我。能聊聊吗？他说。从我们在咖啡厅坐下，他就一直跟我道歉，说当年负了我。他还说自己后悔了，可能是带着点真心吧，因为说着说着他居然流泪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他哭。他说在我离开以后，他才慢慢发现真正喜欢的人是我，我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，也是最喜欢的人。他说当初不够成熟，不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怪他自己优柔寡断，左右摇摆。说到最后，他泣不成声：宝宝，我把你弄丢了。我轻笑了一下，站起身，回去陪你老婆吧。听说她快到预产期了。当初我离开不到1年的时间，傅晨和于娇娇就结婚了。婚礼是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岛举办的，浪漫奢华。这些都是王冉冉告诉我的，他甚至不知道从哪搞到现场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新郎和新娘彼此对望，满脸幸福。后来，王冉冉幸灾乐祸地告诉我，傅晨结婚1年就后悔了。他跟大学同学聚餐时吐槽说，于娇娇就是个疯子，控制欲极强，在公司里不让任何女人靠近他。一位女同事走路时不小心撞了他一下，他非说人家是故意的，是想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吵着闹着把那女同事开除了。每天于娇娇恨不得检查他手机800遍，不给他看他就说他肯定有事瞒着他。接下来每天都是走哪根啊，连他去厕所他都在外面等着。傅晨说，自从结婚后，他连一口自由新鲜的空气都没有呼吸过。怎么样，解气吗？王冉冉当时问我，我只是耸耸肩，确实有一点。后来于娇娇怀孕了，王冉冉又跟我爆料说，傅晨喝醉酒了，跟他哥们说的，他是故意让于娇娇怀孕的，想让他没那么多精力去管他。傅晨还说，他真的想离婚了，可两家是世交，现在生意上又有很多深入合作，他俩捆绑太牢，已经没法分开了。既然没法离婚，老婆还即将生产，我不知道傅晨来找我痛哭忏悔是什么意思。对于我来说，的确想来看一下他的笑话。毕竟就是这个人，当时伤了我半条命。走到咖啡厅外时，傅晨又追了出来。他正要说话，忽然看到一个又高又帅的年轻男孩走向我。他就这么看着我挽上帅哥的胳膊，向他介绍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在他的目瞪口呆中，我挥手离去。是的，我又谈恋爱了。男朋友是我们单位一个领导的儿子，当时跟我一起调去了外省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那时候我为了尽快从情伤里走出来，一头扎进工作里。每天强迫自己学习工作，在办公室一待就待到半夜11、2点。用男朋友当时的话说，就没见过这么玩命工作的人。后来他就开始追我，追了将近2年，我答应了。他比我小1岁，但思考问题的方式比我成熟多了。他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，我跟着他也学会了很多。自从在一起后，我们2个相处很愉快，三观相符，能聊的话题也很多，目前为止还没吵过架。
之前的那段感情耗尽了我所有的元气，让我久久无法释怀。我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刚去外地的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浑浑噩噩，经常自暴自弃，觉得自己糟糕透了，别人才会甩了我，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只有拼命用工作麻痹自己，我才能逃离那种让人窒息的痛感。还好，在难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。等到从里到外真正痊愈后，我发现自己又恢复了爱人的能力，我终于又变回了正常人。偶尔回忆过去，我也变得更通透了。其实那段感情也不是全然失败，至少当初的相爱是真的，他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。而且他还带我去学演讲，让我有机会进入现在的单位，这也是我的收获。那段感情的结局不好，但我不否认过程中有很多美好。只是人的感情会变，后来他变心了也是真的。我就是运气不好，初恋的时候碰到了个渣男。我也庆幸我没有因此一蹶不振，也没有失去爱别人的能力。傅晨一个人不代表所有的男人，他也不配让我从此不再相信爱情。我还年轻，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算什么呢？我始终相信我乐观、自信、努力、上进。我这么好的女孩，怎么会等不到真正的爱情呢？我一定会得到属于我的长长久久的幸福。